最近那个苗华被给抓起来了，两任国防部长给抓起来了，两个副主席给抓起来了。这是在和平时代对一个主要军队的最大规模的侵袭。我在部队里，你要有个大概的时间表。最担心的是特朗普讲的那句话，被很多的观察人，包括在香港的观察认为是对武装解放台湾的鼓励。特朗普说，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武装攻击的话，我就会把它关税降到200%。所以如果北京决定对台湾问题上要动大手，这个大手可以有好几种方式，今天我们还来不及讲，有4到5种方式。一带一路最早是出于备战，后来再变成一个什么基础建设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美国51个州可以讲吧，现在能找出就是跟中国有切实的物质利益相来，因此不想对中国过分严厉的州，制度只有5、6个。这个事是美国人跟我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当时有个说法，就是有可能特朗普做尼克松当时做的事情的反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 director Ward 讲得很清楚，对于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您给我讲一下吧，一个是就是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的这个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测？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主国成员中间，不是从无论是从意识形态来讲，还是从他们那个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来讲，都不是一伙人，都不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这个中间呢，到现在为止，他的内阁中间就处理对外关系来讲，没有一个全盘的世界事宜的人，没有。所以呢，我的感觉是，他在处理最重要的几个国际问题过程之中，两边晃的情况至少会延续个半年到1年。包括对2个最重要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中东问题他不会来回晃，他已经是很老道了。但对中国来讲，他也知道，他喊出来的口号是一回事，要全部落实也还不容易，因为他底下有些人的那个代表的利益集团不一样。他就是把那个他现在能对待中国的，现在讲最清楚的就是关税。这个中国已经做好了几年的准备了，虽然这些准备不一定是很完备的，但是中国一点都不意外，也不会惊慌失措。因为本来中国在特朗普第一次任期满的时候，在国内我遇到了那么多人，包括在政府内的，也包括在民间的，也包括在学术界的，也包括在媒体里面的，都认为拜登上台以后会基本上把奥巴马时候的那个政策给续下来。你也晓得奥巴马时候美中关系大概是怎么样，对不对？没想到拜登老爷子上台以后，竟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特朗普对待中国的那些方式，甚至后来还加码了。这个加码的也是个女同志干的，是我的校友凯瑟琳蔡嘛，凯瑟琳蔡嘛，就是后来加码了。所以自从那个特朗普下台以后，大概经过1年的时间，中国的期望就在这件事情的期望基本上就没了。就知道不管哪一个上台，在这些问题上，你不要指望天上掉下一个大饼给你吃了。以前天上掉下大饼的时候，你吃得太开心了，以后这个日子就越来越不大可能。所以呢，现在会看出来特朗普在关税这些问题上，他一定会做，但不一定一步到位。他可能就是看哪些产品本身猛然一刀切下来以后，影响到美国市场上的基本供应，他不想惹这个麻烦。
而且没必要嘛。能找到替代的，那就不会再拖下去。假如他真的要对关税这个事情这么认真的话，他应该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这个不属于行政部门，应该属于美国的这个商业部门，就是广义的商业部门，应该对那些美国民生就是你不能缺乏的这些东西，你要找到备案，因为你美国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场，你要没有这个稳定的货源的话，你已经麻烦多得不得了啊！然后你会牵连到你所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认为这个才是特朗普大麻烦，因为美国这个政府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你在美国待的你也知道，美国联邦政府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美国联邦政府真的把教育部取消，不会有多大的动荡，我非常清楚这点，因为美国教育部的权力很小。我跟中国人讲，他们不相信，我在美国他们联邦政府在教育部能做的事情很少的，特朗普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看特朗普会走多远，就在台湾问题。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算比较好这个处理的。最难的一个就是广义的贸易问题，包括技术产品的贸易问题，包括美国到中国的投资问题，包括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问题，包括在这过程中牵涉到的高科技领域的留学生政策这些问题，包括你看拜登在任期之前又给中国的加了几条出口的控制，这都是广义的贸易问题。然后呢，就是说广义贸易问题下一步国会会不会通过取消中国的就平等的贸易国那个待遇嘛？最会那个是误导的，就是 normal trading status， 就是常规的贸易，常规贸易常规贸易国以后一定要强调是常规，以后你就是不常规了，用台湾话用香港的话，你就成为非典了，你不是典型的了，你是非典国家，你是非典经济。这一步要走到位的话，那么对美中之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以后每一件事情纠纷起来以后，美国国会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美国国会里面对华友好的力量是很少的，也有，你比如说华盛顿州用的是波音公司所在地，那是比较亲华的，然后呢，加州因为华人多，美国51个州可以讲吧，现在能找出就是跟中国有切实的物质利益相来，因此不想被中国过分严厉的州，制度只有5、6个，群众基础啊。那我们看到具体的，第二个就是台湾。对，台湾，您专门讲一下这个台湾，这个很关注。一个是就是因为现在台湾最紧张的就是特朗普讲的那句话，台湾把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给搞垮了。然后台湾自己在军费方面支出太少不够，就指望美国来救他。这话也没100%错，因为这些高科技基本上是美国人自己发明，当然主要是美国就是生产成本太高了。就是我一个学生，他就是做他不是做技术的，他是做管理的，就科大的以前的一个助手，他就讲，他说你要在北美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你让那里面的技术员和工人像在台湾一样那么样的奉献给厂，他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家他们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有自己个人生活但你到台湾去看看，那这是把一切献给厂，献给你这半导体厂，就这张忠谋台积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对台湾的那个埋怨，你也得看看你美国自己哪些事情你做不起来的。所以这个事情他会摩擦一段，美国台湾也能担心。那个最担心的是特朗普讲的那句话，被很多的观察人，包括在香港的观察人认为是对武装解放台湾的鼓励。特朗普说，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武装攻击的话，我就会把它关税加到200%。
他还是想通过关税的办法来解决两岸之间的武装冲突。这个思路是非常浅薄的思路，因为这个领域不是台湾能决定的，而北京的，甚至不是沿海的，不是什么福建，也不是广东，也不是海南，甚至不是浙江。因为一些打一些仗呢，这些地方都在前线，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外向型经济，要受到制裁，他们是影响最大。所以，如果北京决定对台湾问题上要动大手，这个大手可以有好几种方式。今天我们还来不及讲，有4到5种方式。最大的就是发动最大规模的两栖战争，这成本最高，危险最大，但不必要就这么多。第二个，先拿下1、2个岛，警告你，看看美国是不是出兵。如果美国不出兵，那对台湾岛内自信心是个严重的打击。拿岛这个成本很低的，对于大陆来讲。第三个，不断的在台湾海峡周围最重要的港口旁边制造危险因素，影响台湾的外贸或 logistics。因为台湾的粮食能源，粮食嘛还好一点，但能源是基本上全部靠外面来，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工业原料。因为当年日本也是因为这一点要打那个美国嘛，岛屿都是这样子，就是自给率很低嘛。然后第四，甚至可以把要进行军事演习的这个时间弄得越来越频繁，拉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整个台湾的海上和空中的交通旅行这个造成极其严重的和大面积的冲击和干扰。因为这么几下搞下去，会影响台湾的经济，会影响台湾的民心，也会影响对台湾的外来的投资，都会的。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特朗普上台以后，北京会想办法测试他。就除了我讲的大规模的两栖登陆，那是最狠的一刀。那样一来就是全面战争了。除了这个暂时不会，因为你想前天就是又问了那个印太司令部嘛，就是Paparo 嘛，所以你讲的那个2027年是不是真的会到？因为Paparo 2026年他的任期就结束了嘛。他讲2027年的意思，并不是说谁看到了北京的有没有一张纸上面写的2027年，他的话讲的很实际的，而讲2027年是一个 very likely timing。因此呢，他说我们军队一定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表，不然我们怎么做备战呢？因为这是常识，这是常识。我在部队待过，你要有个大概的时间表。但是要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您刚才说了，就是因为川普那个讲话也说了嘛，就是如果北京那时候他还在选举，北京要是要对台湾打的话，他就直接给捅到关税去嘛，他说我会给他们加关税，而且习会应该知道我是很 crazy 的。当然对这个解读有2种办法，一个是 crazy 就是认为他疯狂，还是说他不可预测。但是如果是他这个信息现在搁在这儿，然后他又上台了，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中国这边反而会更加强了打的信心？当然我不希望看到这个局面。假定纯粹从国际形势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特朗普一继位以后，北京先打，不一定是两栖战争，就是说在武装方面会做出更重大的动作，比以前的动作要往前迈好几步，那是最佳时刻。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还在搞，中东还在打，因为这2场战争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军火的储备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而到现在为止，北朝鲜出兵，南韩都不愿意把最好的常规武器给乌克兰，都怕报复。俄罗斯可以报复，那中国更可以报复韩国，你不在门口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日本的军火工业
如果提前10年做准备，日本的生产能力很强，除了核武器是一个红线以外，但所有其他的常规武器对日本来讲都不是个大事，但他没有启动这个。你要启动起来，你每个5、6年，你都很难把生产线都给配起来。那么仅仅就是从军火储备这一点来讲，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比较欠缺。然后还有一个，但现在美国新任的这个要员中间，有人老早就在呼吁，叫美国海军大型水面舰只的欠缺，有退役的速度超过新增加的速度，现在只有260多艘，260多艘还在退役。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又要对全世界负责任承包，然后这个地方仅仅中国的大中型水面舰只现在已经是300多艘，330多艘。你就是说他技术不如你，那他妈我2艘拼你1艘也行啊。因为以前都做过这种事情，2个拼你1个嘛，我1个搞不过你，2个拼你1个。我当年在东北战场上的时候，林彪的一个最重要的战术就是三人组嘛，一个对一个干不过日本人嘛，3个人对你1个能干得过你吧？这种东西是中国的这个思路中你很常有的事。而这个时候，特朗普的整个的和军方的关系也还没有全部理顺。特朗普对美国的军方一直是不怎么信任，美国的高级军官对他也是吃不准，然后还再加上情报系统，就讲现在新提名的这个情报总监是亲俄的，如果他亲俄这个事情就麻烦。现在5眼呢，这个情报分享至少4眼现在紧张的不得了。是因为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里面待的，我非常知道他们那些人紧张的不得了。所以您说的是那个国家情报官那个总监，中文翻译成总监，就是现在也是个女的嘛，现在也是个女的嘛。officer 对，所以您刚才说到，就是这个任命让5眼联盟的其他几个盟国很担心，很担忧。您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5眼的行政官员现在不敢表这个态，因为你以后要跟他2个合作，万一通过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5眼的那些学者们，就做战略关系的学者们，说特朗普任命他来管情报系统的话，差不多就可以说普京能够跟普京底下的人跟他2个能进行很多的交易，而不是说中间有一个不可逾的鸿沟。我们都知道情报系统经常有一些交往，但是这个人的交往会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但他不一定会达到treason，就背叛美国的卖国贼的地步，这个嘛也达不到，但是会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好处，就分享情报。而在现代的战略或战争中间，分享情报是非常厉害的一刀，太厉害的一刀了。这么一来，乌克兰会越来越被动，因为在拜登的任期的后3年、后2年多，美国给乌克兰的情报越来越多，这导致了在很多点上，乌克兰能够有精准的打击。我估计以后这是对一个战争中的国家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卡不住的行为，卡不住行为。而且呢，假如说这个人在台上的话，然后在特朗普命令他跟中方的情报也有很多的交往，那么对台海的情况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情报，没办法打仗。5眼中间4眼现在担心的不得了。当然他们希望这个女的任命被国会否决。但我们现在看不到有这么大的把握。
我希望被否决，因为这个女的已经在公开场合这样同情普京。对，这都这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够这样子。他有很大的决心哈，应该是。说明他在这方面不怎么忌讳，不 care。对，他没觉得这是个什么大坏事、犯罪，他没这么用。那如果川普这么快的，就是您觉得如果他是上台的话，他是先会在俄罗斯乌克兰战场上做一些表态，还是说他会专注来处理中国？首先会处理乌克兰这个事情，因为处理好乌克兰这个事情，在他现在的这个班子里面，至少有一派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在推动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不是特朗普本人的动机，当然他的他那个副总统万斯讲过类似的话，但最厉害的是国家委员会的这个主任沃尔兹。沃尔兹讲过好几次了，就是乌克兰战争不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不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对，不应该在乌克兰战争中间把美国紧紧拖进去，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出来，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拖的时间太长，阿富汗也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你丢掉一个包袱，然后又搞上一个新包袱，干嘛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 director Ward 讲得很清楚，对于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现在应把所有的精力或资源尽快的从其他的地方一步的，不能拖得太长了。你只有4年了，这是美国的特点，你只有4年。因为奥巴马的第2任时候开始那个转向亚洲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布局了，但做到现在为止，你看第2任期的4年，特朗普的4年，拜登的4年，12年，到现在为止，美国也还没有把足够的军事的资源移到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亚太地区。所以现在对，就是他的班子也说了这个话，就是美国不能在多个战场上开战，或者说所谓树敌，就是面对更多的。他现在兵员也不做，对，他现在真正能够上前线的兵员是50万人，50万人。所以就有很多人期待，就说这是好事，就是说，反北京的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的话，美国会更加专注的去针对中国，就针对中国。这个呢，这个实际上在几年以前，北京已经通过学术界，就做国际研究的学术界，已经在美国询问过。当然我不知道是谁去做这些事，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是美国人跟我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当时有个说法，就是有可能特朗普做尼克松当时做的事情的反面，因为当时尼克松跑到北京去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也的吧，然后特朗普做的是反面的事情呢，就是跟普京、俄罗斯放下麻烦。我们之前没有直接的生死厉害的冲突，我们的最重要的冲突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这样一来，俄罗斯不再是他的麻烦的时候，实际上客观的帮助了美国捏紧拳头就对付你一个。甚至还有第2种说法，就是美国能够给普京一些甜头，让普京也来帮忙，那不就不仅是不干扰你，我来帮忙。那普京要帮忙的话，那帮忙的可能性有好几种，比如说他可以跟中国之间那个联合的军事演习，还有一个在中国军火的最重要的3个领域里面，美国是不希望俄罗斯再帮忙。一个是潜艇技术，潜艇，一个是空中预警，一个是核武器，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原来是发动机，飞机发动机。
实际上，原来那个飞头发动机，中国从乌克兰身上得到很多好处。中国最早有比较先进的涡轮发动机是乌克兰给的，还有那个重型的那个直升飞机。重型直升飞机这个在现代战争中太重要了，因为你要打两栖战争，你没有重型直升飞机不行。中国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都没有重型的直升飞机，乌克兰也给了不少。然后现在乌克兰已经被耗尽了。美国是不希望在这几个领域里面俄罗斯帮中国忙的，本来俄罗斯也不想帮中国忙，因为俄罗斯以前的最大的抱怨就是给了你好的东西以后，你做那个 reverse engineering 要拆开然后你仿造，然后以更便宜的价格卖给第三世界。为这个事情两个国家吵了几十年，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有求于中国，俄罗斯这几年这2-3年来不得不降低门槛，多给点。那么美国特朗普是完全可以跟俄罗斯讲，这个事情不能干。你要干这个事情的话，以后中国军队的更先进的这些技术和兵器拿来对付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 reverse 尼克松，是尼克松的反面。那也有人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川普那个无意跟任何国家打仗，他一看就是川普一直是个不喜欢打仗的人，就是他认为军事他都用这个关税和谈来解决嘛。如果是在这个思路下，也有人担心，就是那就跟中国什么都能谈了，那中国是会谈的吗？就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来？会的呀，你要晓得。当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讲这个话还是比较客观的。你看看近代中国，尤其19年以后的中国，中国人只要离开了中国大陆，很少看到他们在宜居国家里面的政界做出很突出的影响，但他们都会做买卖，都能够用买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包括腐败、受贿、红包，我们看得很清楚的，都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从来就是在中国的王朝和官府手下讨一口饭吃。要解决那些问题，最方便的就是这个，是吧？就是做买卖。我们现在讲就是官商勾结、黑金政治、腐败、收买、红包、回扣。中国最近引起来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前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塞尔维亚嘛，塞尔比亚老百姓上街游行示威，不就是拿回扣吗？然后中国建造起来那个最新的那个大楼，房顶掉下来砸死18个人嘛，一查说回扣。这个都是普遍的，我们听到的太多了。中国一定不会放弃特朗普这个4年有可能带来的机会。拜登是个讲原则的人，拜登一上任就讲到了他跟中国之间、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民主制对 autocracy 对威权制，这个就是基本原则。在这种事情，你不要跟我两个谈交易。那如果川普他不是一个会在 ideology 就在意识形态这个政治制度层面去对抗的人，他认为一切可以谈，那中国会不会跟他谈完了以后让他打台湾？中国如果打台湾的时候，他不要动。这要取决于中国以什么方式打台湾。如果中国真的要很快发动全面的两栖战争，那么会在美国国会里面造成12届台风至少。而台湾这些年来，从中华民国开始，在美国国会里面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首先
会抱团，迫使行政部门有大的动作。这一点不要怀疑。就在这个事情上，特朗普并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严格的讲起来，在特朗普第二任还没有完全胜选的这个军人没出来之前，美国就已经国会里面开始在要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就对外宣布战争是国会的权，要把战争权拿到国会手里。如果这个事情真做成了，特朗普只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跟国会进行较量，就是他拖延用钱。他已经用过好几次了，就是国会拨了钱要做这个事，他不想做，然后他就拖延不用钱，想再放哪儿放，这个是很做的。当然，如果中国大陆发动全面的两栖战争，他这个他恐怕他挡不住。我认为他挡不住。我现在看看美国国会的里面，他挡不住。民主党中间至少有1/3会要打仗，共和党中至少有2/3要想打仗，那加起来远远超过50%。而北京是一定要打台湾的吧？他这个决心下，他不一定要打台湾，他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他没讲一定要打台湾，他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我认为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吓唬人。他已经做了那么多准备了，花那么多钱了，当然一部分钱被贪污了嘛。之前那个苗华被给抓起来了，两任国防部长给抓起来了，两个副主席给抓起来了。这是在和平时代对一个主要军队的最大规模的清洗。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抓了这么多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备战吗？他们讲就是什么底下不听话，什么要造反啊，胡说八道。这些军人哪有那种概念？就腐败，就把很多的军费，因为这个军费太大了。哦，你说就是腐败哈，不是内斗，所谓主要是腐败，不是什么军队要造反似的。所以假如北京要试一试的话，就在特朗普上台的初期，最好你这可以播出来，但不一定要两栖战争。两栖战争那个搞下去以后，那就不得了，因为两栖战争会迫使那些本来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甚至新西兰也好，一直是拖拖拉拉、半信半疑的事，一下子没办法。因为那些都是很花钱的嘛，太花了。你晓得，一个福利国家以后福利方面花的钱越来越超过军费啊，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您说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个领导人的思维，他更多的是在模仿毛嘛。那如果要是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他会不会北京会更加加紧做备战？然后我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全民备战的情况下，中国国民老百姓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资源分配？备战最重要的工作老早就开始了，因为我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我有的部队的，我有教的书中间很多是跟二战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最早是出于备战，后来再变成一个什么基础建设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就是整个中国的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粮食和能源的进口，中国产品的输出去都是东南沿海。而那个时候中国整个在东南沿海上的海空军的力量远不是美国的同等水平。万一这个地方发生冲突以后，你的粮食和能源进口受到了限制，那你还打什么长期战争呢？所以以后再考虑，中国应该朝西边拓展，开始是从备战考虑的。最近不也出来这个有一些往西部转移吗？然后是我讲最早的一带一路就是西部开发，后来才跟基础建设那个什么跟国外搞交易，那是后来的事。您说的是备战那时候就开始往西部去走，来放弃海。是因为就考虑到海上给全部封锁了，沿海的海港给打掉了，然后呢，西部那边路上可以把能源和粮食能够运进来，否则你还怎么打仗？
这是很基本的问题。那老百姓是不是？那要打起仗来的话，是要过苦日子。中国的老百姓呢，根本在这个过程中间起不到多少作用。我很清楚，因为你从3年多的疫情中看得很清楚，现在的整个行政监控老百姓的力量，已经不是毛泽东时候那个水平。因此呢，他只要对全国防止老百姓上街闹事，你像什么俄罗斯那个战争发动以后，不是在莫斯科几个大城市里发生过一些反战的一些人吗？中国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你看这一次那个郑州和开封自行车那个事件就看出来了，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从这个角度最坏角度考虑。中国的权力部门一定是在这方面做过好多方案。如果备战越来越压缩民生，越来越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等等造成压力，如果老百姓中有人敢于反战，这个备案老早已经做了好多次，但他有一点他很难改变的，而这个影响到只是出于全面武装冲突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政策，是中国军队中间很多的军人是独生子女，这个问题他现在解决不了。俄罗斯不是实行了一胎政策，但俄罗斯本来就人口增长很缓慢，所以俄罗斯打起来以后，它是以1.3亿人的人口对付乌克兰的4000万，也还缺少兵源，战争就要拖长了，兵源是个很巨大的问题。你看那个2战的时候纪录片你就知道，连当时中国都用了娃娃兵，娃娃兵呢，贵州四川不都是娃娃兵吗？现在能看到纪录片吗？你们看到那些纪录片。所以中国一胎政策30多年，对于兵源造成了很大的紧张的军力，而且对于士气，除非中国学俄罗斯，在国际上买了个雇佣兵，比如说从中东、非洲，中国不是跟非洲、中东关系好吗？从那地方进口兵源，真的，那地方青年人多，很多人没工作嘛，让他来这个地方当1年兵嘛，打死了给你多少钱？这个中国能做到的，这个在国际上也是一种常有的做法。我们可以专门对战争这个做一期，因为这是大事。是，谢谢丁老师，我们这一次就这些热点问题去谈，我们还会继续谈的，我还会继续请教您的，谢谢您。谢谢你，谢谢你，让这个旗帜不倒，哪怕你一个人不能把一个旗帜扛得那么高，谢谢你，让一盆火燃着，这样你一个人不能把火燃遍全球，谢谢你。你要晓得，李承志先生通信中间也用了大声的讲话，大声的发声，谢谢你。所以我们这个大声这个名字好啊，挺好。谢谢您，谢谢您，丁老师。我们没有阴谋诡计，我们只有大声。